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晶晶。这次我们回到了印尼坤甸市的唐人街附近。那就像之前像我们在介绍坤甸市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过，这里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区域。这里呢，多数都是潮汕华裔。那么提到了潮汕，我们当然就不能忘记潮汕美食。毕竟有句话说，食在广州，味在潮州嘛。虽然说我们这里是在印尼，不过我记得网上好像也有一种说法，说海外一个潮州，所以我们坤甸这个潮汕华裔聚集的城市，应该也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小潮州吧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吃粥。这粥店呢是晚上才开的，是潮汕人独有的宵夜文化，应该是当初潮汕人下南洋的时候带来的，然后传承到了现在。不过其实啊，因为在印尼我们不太有这种宵夜文化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它当成晚餐吃。不过像这家粥店呢，它是从下午5点开到晚上12点半，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想来吃宵夜的话，也可以考虑来吃。这粥啊，在这里我们管它叫飞机粥，有飞机。跟大家开个玩笑啦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它就叫飞机粥。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？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一下。全部摆在面前，不用询问菜名，看见喜欢的用手指一指，老板就会记下来。刚坐下不久啊，菜就上齐了。那现在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它为什么叫飞机粥呢？这其实有几种说法啦。第一种说法呢，是因为他们说以前坤甸市是人们转机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主要是他们刚下飞机的时候啊，都要来这里吃一碗这碗热乎乎的粥，所以才叫飞机粥。然后第二种说法呢，说的是因为你看，像刚刚我们才刚坐下大概2到3分钟，那菜很快的就上齐了，就是这种速度，这种像飞机一样的速度，很快的速度，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叫做飞机粥。然后最后一个说法呢，说的是因为以前人们喝粥都是用筷子嘛，然后你用筷子喝粥的话，你的手必须要很快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手必须要很快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叫飞机粥。我觉得主要重点还是在快啦，是因为快，所以才会把它叫成飞机粥的，就是一种潮式快餐。但其实因为我们在印尼其实不太用筷子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改用汤匙来吃这个粥的。像我本人，其实我也不太会用筷子，所以我一般也都是用汤匙来喝粥的。前段时间啊，我妈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带她来吃这个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这个在香港叫打冷，是叶粥配打冷。然后我就好奇的，我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叫打冷，然后这又是有2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呢，是以前很多潮州人啊，就是潮汕人去香港谋生嘛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挑了个担子，带着那2个箩筐嘛，一个里面装着粥，另外一个就里面装着一些冷盘熟食，这些卤味什么的，然后就沿街叫卖，然后见到同乡的人，他们就打个招呼说：“哎，丹螺啊！”就是丹螺、丹兰啊，然后叫着，本地人听不懂，他们就音译成了打冷。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，说的是，就是打呢，这个它也有那种盛取的意思，就是像你打饭啊、打水啊什么的，就是打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这些冷呢，就是这些冷盘熟食的意思。还有我好像听说过，在台湾的话叫青州小菜。那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它还有别名呢？那如果有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呢，我也挺好奇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主要呢是满满的一碗粥，再加上各种腌制的菜品。来，我们先来试一下。
这个白斩鸡的话，应该大家都还挺熟悉的吧？因为毕竟像海南鸡饭里面啊，一般都会有这个白斩鸡。还有这个腊肠。还有这个卤蛋，这是腌制的大菜。看它的颜色这么黑啊，本来以为会特别的咸，不过其实也还好，因为配上这个白粥就刚刚好。当然不能忘了这个潮州咸菜啊。脆脆的口感，然后它酸酸甜甜的。其实这个腌大菜和这个潮州咸菜，它主要都是用大菜去腌制的。大菜本身呢是带有点苦味的，但是加入米浆，然后去发酵之后呢，就会带点酸味，所以就变成了这种酸咸菜。然后这种腌制的菜品，我们一般都把它叫做杂姜，就是杂咸嘛。这里面除了这些腌制的菜品以外，这个腊肠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像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就是国外的时候吃过的腊肠，它一般比较多都是偏咸的，但我们这边的是偏甜的。所以虽然它这些菜品叫做杂咸，但是唯独有这个腊肠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甜的哟。你们知道吗？在这些菜里面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腌大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财发大财啊，要多吃这个才能发大财。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白粥。潮汕的白粥啊，它并不是口感紧密的，因为潮汕人呢可以顿顿都吃粥，就是把粥当饭吃，所以不能把它煮得太烂，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刚刚好，得如胶如纸，才能算是一碗成功的白粥，不能太稀，也不能太干。这个习惯啊，就造就了潮汕白粥独特的口感和香气。这么好吃的白粥，再配上这些枣姜，一咸一淡，真的是完美的搭配。一咸一淡，感觉很像人生啊，有苦有甜，一咸一淡。哎，对，好极了啊！继续吃。这一桌我们2个人吃了8.9万印尼盾，折合美金的话大概是6元美金左右，有肉，有菜，有鸡蛋，还挺不错的。从这粥店走出去啊，旁边就有卖潮汕小吃，走，我们去买。再快点吃啊！再快点吃。这是一种潮汕小吃，我们叫它嘎罗鸡，其实就是用糯米做的粉团，然后切成小块，再裹上花生粉和白糖。一些係30咩咧，咁個腰咧切裂，能揮鮮，又能食輕。哦。
这物件是咁多啦吼，咱中国咱嘅历史啦吼，薏米啦吼，30米就咁多過嚟食，歡喜。清明過咗時間嘛，專門咧能夠陪客伊嘅我能拄啊，河馬丁會到時拜古吧。这里啊有卖2种口味的，就是原味和斑斓口味。然后它那里还有装好的一盒一盒的，它是用来给他们带回去当伴手礼用的。很多人来坤店都会来买这个，然后带回去当伴手礼。这样一小包呢是1万块印尼盾，不到1块美金。然后呢也可以买2万块的，分量比这个多一些。因为这里没有座位啊，所以我们带回去吃，走吧。好，到家了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吃刚刚买的咖喱鸡。就是原味了。它的口感呢，软软黏黏的，有点像麻糬，就是不太 Q 的年糕啦。然后还有点甜甜的花生香味。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斑斓口味的。我觉得好像跟原味没有差很多，但是它有一点点斑斓的香气，就是比原味更香一点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发现潮汕祖先真的是做什么都讲究好意头，连食物的名字都不放过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它为什么叫咖喱鸡，以为只是小吃的名字而已。这次去查了之后，发现原来它是有含义的。咖喱鸡中文是焦罗钱或落汤钱，焦罗潮州话是咖喱咯，意思就是还差很多，所以焦罗钱就是还差很多钱，寓意财源广进。然后呢，另外还有一句话说落汤钱，食了钱就落，意思就是你吃了这个落汤钱啊，就会财运滚滚来。哎，那我要多吃一点。哎，今天还是满月耶！一边吃着咖喱鸡，一边赏月，挺好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！